上铐子。这里面临街全是酒吧，从地形到人员都很复杂。他要真想躲，还真不好逮他。嗯，没事，咱今天晚上就把这一片都摔一遍，我就不信逮不着了。小汤，带几个人把里边所有口子都扎上。好嘞，二哥，那你守着这儿啊。啊，一会儿带个人啊。 1组那边，2组3楼，3组那边，4组跟我来。这里坐，这里坐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快点报告！你是破路的吧？你妈一个人带着你们兄妹俩容易吗？出来混！还有你，你爸见到我就得叫哥，知道不？ 知道今天多大事吗？你们就敢替人背锅？没对，年纪轻轻的不学好，不学人找到了，行了吗你？但是已经死了。这么蠢！人家挖坑你们就往里跳，人家投轮你们就拔圈啊！啊，对对对，看人警官教训的多好，都记住啊。给你脸了是吧？谁让你说话了？哎，好汉哥，救人！好汉哥，好汉哥，有事靠我。闭嘴！人带上，带走，走，你们散了，散了，散了，听见我说话没有？走，快！别让我再看见你们啊！ 你干嘛来了？我经过，看个热闹。有什么热闹可看的？要是再敢跟这帮人不清不楚，替你爹教训你！ 喂，你别替我爹教训我，你替我哥教训我呗。啊，滚！臭小子，给我站住！ 郭明，你没事吧？哎，胡杨，胡杨，你没事吧？山河，你咋了？错过的没能说出的机会，无奈把昨天没事，就是胸口闷得慌。胸口疼。
你这以前没这毛病啊，你别什么心脏出问题了啊！心脏要是出了问题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你没事啊，你得去医院好好查一查。当警察的，你心脏怎么出问题呢？要是没有问题呢，你平时就多跑跑步，你多锻炼，干点啥？你不能你就这么晃荡着。跟你说话怎么还睡着了呢？啊，我没有啊。什么没有啊？惊人的睡着了，干嘛呢？抓个小偷你能睡着啊？这让你抓杀人犯，能行吗？我就是缺觉有点困。赶紧精神点。要真当了警察，要真有杀人犯可抓，我3天3夜不睡觉，大概是。你那叫临时抱佛脚，你得好好练练，啊。一会儿呢，你呀，自己在这盯着，我回趟家。说来说去就是想回家呗。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我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你要能发现我，哎，算你过关了。精神点啊，回去。回去看看你爸，看看你妈，看看浩瀚。回去。我是谁？面对着希望，不甘于平凡，不能美。嘿，他是谁？像梦境原味。你来了。你醒了？怎么了？头晕不晕啊？你干嘛呢？我照顾你呢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怎么了？你晕倒了。他们一跟我说我就来了，吓死我了。没事儿，医生说你没什么大事儿，但是过度疲劳，得多休息。我睡了多长时间？10来个小时呢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一堆事儿要处理。你拉倒吧！你同事刚刚都在这儿，一听说你没什么事儿，赶紧回队里忙了，不用你操心啊。你现在就把身体养好，好好休息，多睡觉啊。我喘口气儿，啊。你不硌得慌吗？没事啊。我刚才做了个梦。梦见什么了？梦见你了。梦见我什么了？好事呗。就是你梦想成真了。哦。咱俩结婚了。就是你真的在云南开了客栈？我是老板娘，你是老板。我是工商局的。少来吧，你撒谎我能看出来。真是。行。
行，做个梦也跟我对着干，是吧？妈，拿钱啊！什么钱？你在这睡了一晚上，我照顾你1分钟都没睡啊，还跑你梦里折腾去了，拿点加班费。是不是神经？你的梦你做主，但现在的你，我做主。啥？笑什么？哎，都喷着我。还真没说，这色号还挺适合你。我看看，我看。哎呀，生气了？至于吗？没别人。哎呀，行行，你别擦了，给你打盆水去。小气。哥，你醒了？怎么样啊？挺好，挺好。哎，看来气色可以啊。是，刚那个睡了一觉啊，我过来看看你。行，一块儿来的。不是，什么不是？下班一起来的嘛。吃水果，哎呀，特意给你买的。哎呀，哎，这啥呀？甘蔗呀。是，我不瞎。谁看病人送这个，送甘蔗，这得脑子缺多少斤的人才能买这个？神经病是怎么的呀？我买的。就是其实我偶尔也经常，我一直是特别喜欢吃甘蔗的。真的？那我去找把刀给你削一个吧。哎，不麻烦了，师妹。哎，咱说正事，老宋。哎呀，说正事。说正事，说正事。这个何勇死了，现在技术和法医这边呢还没出结果，是他杀还是自杀，都不排除。那这个事儿到底是跟那个聂宝华有没有关系？这不好说这事儿啊。赵刚呢？赵刚的关系肯定跑不了。死无对证，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。这都什么事儿？你带我赶紧走一趟。哎，你嘴怎么了？呀，不好意思呀，归队。摊子，我的问题，你没事吧？之前指认不实，这次一定要如实回答。说假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2月24号晚上，你到底有没有见着在福安里扔包的人？其实那天我只看见一个背影，并没有看到他的正面。
听说那个目击证人说的假话。哎呀，可不，已经另案处理了。哎，这下功夫全白费了。之前还以为是板上钉钉了呢。主要是卫队想钉，他还想把88案往里并呢。进。哟，好，梁局，快坐。怎么？我听说案子又陷入僵局了。看见抛尸人的那个男青年啊，已经承认，他看到的只是个背影。对体貌的描述呢，也是稀里糊涂，所以啊，这条线，这不等于断了。另外呢，尸块里的碎石也被证实不是来自呢梁云家的现场。现在呢，唯一让我们高兴的，就是梁云找到了，人还活着，活着。据他本人说呀，他跟薛家健分手以后呢，跑到外边旅游散心去了。我们呢也找旅行社进行了核实，情况基本属实。不管怎么说，不再多出现新的受害者，就是好消息。另外，我听说 DNA 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。对，鉴定结果呢，可以认定死者是于爱卿。这对我们来说，也算是个不小的收获。最关键的是，薛家健被咱家丫头用乙醚的案子给摁住了。虽然说现在只有性侵的线索，但是碎尸案还是可以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了。苗局，别安慰我了。现在可以认定，薛家健根本就没有抛尸的时间，所以啊，碎尸案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。至于魏国平呢，死抱着88案，非要跟薛家健外出这个时间的巧合点往一块捏，驴唇不对马嘴，成为不了直接的证据，是不是？一码归一码吧。在整个案件推进过程当中，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救高秀莲、找艾莹、抓薛家健，都是他和3队做的。哼，你就别夸他了，再夸他更摁不住了。光去闯现场就这一项，就必须要严肃处理他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薛家健，大伙在心里啊也基本上认定他就是真凶。现在突然被推翻了，这搁谁那儿都会被闪一下。闪？魏国平闪的太少了，他应该再多闪点儿。你呀，就是嘴硬。真的不心疼这个徒弟？怎么办呢？这我抓的是全局的业务，我不能为他一个人考虑吧？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可真是不小啊。坐吧。不说工作，聊聊生活上的事儿。我没生活。不过听说你失眠很严重，一直这样吗？也没有，就这些年的吧，才有的。过去嘛，争强好胜，别人看半晚上书，我就看一宿；别人能站半天，我就站一天。老想比个输赢。那时候体力也好，不睡觉没关系。现在想睡睡不着。你说的这些情况，是在陈山河那件事之后发生的吧？您不是说我们聊生活吗？哎，我现在说的就是你这个人。我这人也没啥可聊的。你是个人才，一
一个优秀警察应该有的特质，你都具备。忠诚、勇敢、执着、不怕困难。你的经验、头脑，你的领导力都很出色。冷不丁夸我感谢领导。我这就说到你的缺点，你的缺点其实也就是你最大的优点——执着。可执着这个东西，它是个双刃剑，要是没有恰如其分的控制，那它就很可能变成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变成偏执。对，偏执。您不是第一个说我的这个问题，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听你这意思，是不打算改了？想啊，改不了，跟失眠一样。还是因为陈山河吗？咱能不提这茬了吗？您接着找找别的缺点。我挺爱听的。作为一个老公安，我知道你是种什么滋味。一开始是震惊，你也不愿意承认，然后是愤怒，是悲伤，你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这种种情绪就会变成一种自责。你会问自己，为什么死的那个人不是我？你会觉得活着是一种太沉重的东西，会让你觉得喘不过气来。你不敢喝酒，你甚至不敢睡觉，恐惧一切可能会让你失去冷静的东西，因为哪怕是一点点、一瞬间的脆弱，都会让你觉得死去的战友还在。3队弟兄在等我，我能有点事先去处理一下。就是这样的压力，它会让你想到，唯一能够逃脱这些困扰的方式就是破案，不顾一切的破案，找到他，抓住他，这样才能让你高位战友。没错，才能解脱自己。没错，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就要破这个案子，我就是想把这个人抓住，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。我向他保证过。我经历过和你一样的事情，我也走过同样的弯路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被这种情绪左右，不要失去你的冷静。这是破案的大忌。谢领导提醒。我们现在可以聊聊另外一件事了。聂小雨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我是电机厂子弟，我父亲和聂宝华的爸爸是以前在一个车间，所以我跟聂宝华是从小一块长大的。聂小雨是聂宝华的亲妹妹。我问的是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朋友。普通朋友还是男女朋友？到目前为止，都是普通朋友。刑警队长和重点人物的妹妹可以交朋友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他没有违法犯罪。你不要误会，警察要查案，社会关系要过。我知道，水至清则无鱼，我懂。不过一定要把握好分寸，不能越界。没有越界，一直都没有。而且他跟他哥不一样，聂宝华所有的事情，聂小雨都没有参与过。这我相信。但这里边的关系，毕竟还是很敏感。瓜田李下嘛，你又是这么一个身份，还是要避嫌，尽量。现在我可以走了。人都是有情感的，这太天经地义了。因此，很多人经常都忘了，法不容
情。我希望你不要忘了。谁走？他把你当成他了。什么？派出所跟我们说这儿住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，我们说就过来看一眼。结果你看小霞就成这样了。人在哪？那儿，对面。谁呀？这是？我。他叫王德发。我太知道他叫王德发了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来这儿干嘛？这话说的，我出狱了，只要不违法，我干什么不行？谁告诉你的？谁让你找我妹妹来的？我只是跟她打个招呼，以后这不就对门住着吗？你住这儿啊？你没家呀你？我是没家，坐牢第3年，我妈就死了，所以我把老房子卖了，重新找个地儿住不行吗？这是租的房子是吧？应该是，之前都没见过。咱俩不废话啊！我通知你，今天你马上你从这儿搬走，有多远搬多远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别吓唬我，我现在懂法了。作为合法公民，我选择住哪儿是我的权利和自由。你妹妹哭也好，闹也好，在我没有侵害她之前，我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她怎么想，跟我没关系。哎呀！小霞，你让他走，让他走。麻烦跪下。好，谢谢。干什么呢？小心点，不是？别碰了！不是保护现场，不知道吗？新来的同志，你再把人吓着。没事吧？我第一次见尸体的时候，我差点没吐了。跟2月26日那起有关联吗？致命伤是一致的，利器切割喉咙。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，也都是左撇子干的。还有，死者都经历过性侵。上一起案件的受害者头部有钝器伤，指尖里残留有凶手被抓破的皮肤组织，跟这一次还是有不同的。那也不能排除不是同一个所为，没准上一次罪犯啊作案的比较仓促呢。如果真是同一个人所为的话，那他这一次准备的更加充分，性侵时还特意戴了安全套。那是八万人了，这保卫科双雄的思路够一致的啊。排查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别提了吧，摸排了3天了，哎呀，啥也没有，连根毛都没摸着。你说你是怎么说话呢？你比这个国平早入警队，就这态度啊？国平，不学他，你稳点啊！我很稳。来，师傅，
我再给您添点。以后不能叫我师傅了，你现在有正经的师傅了。那不正经的不也是师傅吗？来，反正我是电机厂出来的，我也是您给培养起来，我才当了警察的。哎，所以您一辈子都是我师傅。您知道现在公安局的人跟我们俩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保卫科双雄。哎呀，得了吧，这是什么好话呀？啊，不是好话是啥话？这小屁孩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？回去学习去啊！来，把这个干掉。还是狗品哥好。你呀，你就这么惯着他吧。我跟两个说呀，这个人啊，得赶快给他抓着。现在宁江市都传疯了，说咱们宁江来了一个割喉的恶魔，整得人心惶惶的啊。这个人吧，虽然选择的地方都是荒郊野外，但是那周围呢都是什么厂矿企业，这样的地方，单独的女工进出的情况就比较多，否则啊，他也摸不着这些受害者。你说咱厂区南边那个废料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没事儿，爸，只要不下雨就没事儿。这跟下不下雨有啥关系？因为下雨的时候，他作案就没有痕迹啊。哎，下这么大雨，你们干什么去？巡个逻嘛，没事儿啊。我哥和国斌哥出去抓坏人。你换衣裳干啥呀？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哎，你好好学习去，想要当警察先考上警校啊！警校没考上呢，那能行吗？去，回去。走吧。走了吗？今天注意点啊！能不能抓着坏人还得看运气呢。小心点啊！哎，出了事情了。哎，注意安全啊！从这边走，我从这边走，咱俩到里面汇合，好吧？好。
88年到92年系列杀人案，简称88案，受害者全都是年轻女性，生前遭受性侵，死亡原因为利器切割喉部。凶手选择在居民区或者矿场附近的偏僻地点作案，作案时间选择在雨夜，以此来掩盖作案痕迹。从受害者伤口判断，凶手是左撇子，作案手法残忍熟练。92年，凶手在最后一次作案后突然消失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？你比陈山和童志距离嫌疑人更近，那你为什么晚到了？我睡了多长时间？满打满算也就不到10分钟。中了大奖了。要不你再眯会儿？睡不着了，神经衰弱就这样。那你得多难受啊！我值个夜班都得缓好几天呢。这些都完事了吧？今年能调到的重大刑事案件汇编都在这儿了。这是女性受害者案件，这是男性犯案人员案件。卫队，后半夜冷，你自己注意点。好。一会儿先走吧，到时候我把电闸拉了。那行，你慢慢看。后来了，小班。来了，超。哎，卫队。卫队，那个兰园抢劫案在哪儿呢？刚才抓了一小子，好像就是正主。东边左手第3排，628、629那一块。0628。我记得当时一共报过3起吧？第3起没法并案，0928那块。你蹲下来。右手边，928，你看看。为啥呀？因为头2起都是一脚踹门而入，第3起不行，一扇门上6个脚印，无论是破门方式还是力度，都跟前2起不一样，所以没法并案。哦。就服你。怀中市428强奸杀人案，受害者为中年女性，生前确实遭到过性侵，但是经过尸检发现，致命伤在颈部，水果刀穿刺而成，而且还有多处的反抗伤，可见凶手暴力侵犯的力度并不大。所以不能和88案并案。结婚的东西啊，这套也很好，你看这套。这结婚啊，就是要喜庆，红红火火，顺顺利利的。当然了，哎，不错不错，我试试，驾照也要拿好的啊。不错吧？小雅，小雅，小雅，刚从香港打的货，全您家，就我家有。哎呦，小雅，你在这儿啊？那个床单被罩多喜庆啊！你喜欢啊？老板是吧？哎，拿双37的。哎，马上给你扒啊。挺好看的。
耳朵，没醉啊？他说真稳。废话，快50了还是老侦查员，还有谁比我稳？真不知道。话说就快到了吧？过来到底玩什么？枪啊、药啊，还是水货呢？活来得及，就在场上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听好了，瞅准了再泼，别惊着群众，别碎了东西。听着没有，唐儿，说你呢？得了吧，唐儿，上次那不还是你？上什么次？上次这次说你呢，你得注意，别大锅饭，谁砸谁肥。好嘞。吴老子，不用找了。几位大哥，玩游戏啊？老板在吗？老板没在。哎，干什么？老板不在，老板不在。别动！警察！起开！走，走。别的单位啊，都有什么工作手册什么的，你们领导估计也没这文化水平。来，都抬头，看这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，一会儿啊，一人给我抄一份。我告诉你们，脑袋掉了，碗大的扒了。我孟三儿也不是面捏的，今天你们要抓要关，看着办吧，反正我啥都不知道。场子都清完了，喊什么呀？都是你的人，喊给谁听呢？给我听呢。我说魏队啊，您老人家就别折腾我行不行？这半天了，生意都黄了，我也得吃口饭呀。你吃饭那家伙在你肩膀上牢靠吗？不是，孟三儿，你为什么跑？我知道啊，你要不要自己跟我说说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那你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？当然知道，
为无期呀。哦，就是您老人家办的案子都是从无期徒刑起跳。那你要不要琢磨琢磨，再重新说一说呢？我真啥也没看呀。你在这儿跟我说，我能帮你什么？你心里清楚。你现在不说，我带你回去说，性质就变了吗？你要不要重新琢磨琢磨怎么说？别给脸不要。是不是广州那事儿？继续。这是我对天老爷发誓啊，跟我一点瓜葛都没有。我不去，他们非得让我去，我就跟你几个广州人碰了一杯酒，我啥都没说，跟你没别的关系啊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想去，我都能带你去。你知道他们住哪儿啊？知道啊。提鸟是吗？好使吗？链哪儿买的？借我试试呗。这金的。哎呀。不带脑子呀！一天到晚给我丢人。你刚才不也把碗打碎了吗？谁也别说谁，你和你师傅还有你师傅的师傅一个样。我交钱了。这帮人挺会挑地儿，这饭店适合抓捕。欢迎光临，请问先生几位？自己不会数啊？山无敌。你好，这边。挺横啊，香吗？前面就是珊瑚天。我行了，妹妹，你先忙你的去吧，不用管了啊。孟先生是哪位啊？我们老板要孟先生一个人进去了，剩下那些兄弟安排隔壁包间喝茶。还是信不过我孟老三的啊！行，喝啥呢？好嘞，大哥。这边请。哎呦，兄弟啊，真家伙呀！哎，你们那边什么价？给我们弄一批呗。你干嘛？profile from a sample that's 10 to thousands times smaller. 研究人员。哎。停电了吧？
为这点事儿值当吗？闹什么幺蛾子啊？老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？你不这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我干活呢。轻点，轻点。慢点。好了吗？怎么这么辣？清凉油抹眼睛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挺大人了，能不能别天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？净给我添乱！我今天过生日。我不就是喜欢你吗？怎么就那么难啊？你赶紧找一个你合适的人，你赶紧嫁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别在这我耽误功夫，啊！你好好的呢，咱俩还能当哥们儿处着，你就这么闹，咱俩这辈子只能老死不相往来。那就老死不相往来。老头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他有没有伤害你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没有。把袋子给我留。梅国平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临江医学院站下车。出租车。坐车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
蓝色预警。今天6时，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。到明天14时，宁江市将持续雨夹雪，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。没什么大事啊。卫队，你可来了。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，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。来，让一下。没什么好事，互相支持一下。时间不会很长的，好不好？互相配合一下。包所，往后退。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。大家好，来了啊。情况是这样。今天上午5点15分，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，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，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。什么东西？去看看吧。走，走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这是什么肉？疑似部分人体组织。据负责这一片的清洁工讲，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，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包裹得很完整，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。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作垃圾扔掉，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冻肉拿了回来。回到家里，他烧了水，打算给肉解冻，结果就发现了人的牙齿。二哥，2个组，3件事，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2个组，让咱们刑警做主导。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，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。第二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，一个个查，他们所周边的这个4个辖区派出所一个都别漏。明白。来配合一下，马上。
又冒了。哪儿？四坡路。3队上车。同学们，因发生重大案件，今天的课暂停一次，大家自行复习啊。陈勇，去那边看看，了解情况。好，你跟我走。大姐，麻烦问一下，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？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。人命关天啊，希望你认真配合啊。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，你也可以跟我讲，我不跟你领导说。什么时候清的？我前2天滑了一跤，在家里歇了1天。所以哪天清的？前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。前天24号。好，哎，连去吧。来，24号，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。这2包尸块应该只是一小部分，至少还有60、70斤不知道在哪儿。二哥，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？比方说23、24，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？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？很有可能。那这垃圾这个，老包，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，一般是归置到哪儿？哎呦，这样，我赶紧安排人去问。赶紧。这个包明显比高架桥那个包要重得多。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，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。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，至少是个自行车。咱这么着，假设是豆芽桥、四坡路，往西颐和南路，往南华中路，这是分进路是吧？对。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抛越远，近的用手提，远的用交通工具。那豆芽桥这儿，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。咱们这样，往前推，时间拉长啊，5天。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，值班的时候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，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，明白吗？散。情况怎么样？结合刚才豆芽桥的，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，但是具体情况呢，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。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。你现在就是说，在假定的情况之下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估计大概时间紧迫。根据牙齿的情况，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。有多年轻？15到35岁之间。面太快，你给我收点。不是，它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，我们需要考虑。收。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20到25的概率最大。性别？这个是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了。好，明白。谁让你来的？水库看好了？是。对。目前什么情况？今天早上，你讲。是，碎尸案，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，剩下的都没有找到。附近4个派出所，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，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。这样啊，现在这个案子呢，就由你来指挥。
是。你怎么的？还想继续看水库吗？三队同志呢？三队的，过来过来。三队的同志，一人进一个队，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。别愣着了，行动！是。咱们去那边。现场的痕迹破坏的比较严重，我们能掌握的也只有这些。廖局，哎，老顾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在宁江组织学习的省警校刑事侦查局教授吴克，我们认识，好久不见，老吴。日子过得真快啊，10年了吧？开始吧。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，死者是谁？死者的性别、身份、案发的时间、杀人的现场在哪儿？分尸的地点又在哪儿？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概不知。再加上外面，现在这个雨是断断续续下个没完没了，现场痕迹的保存条件呢是非常差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破案的难度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请省警校的吴教授拓展一下我们的思路。吴教授，我看还是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吧，他们的思路比较开阔。你怎么看？就是你。命案第一步应该先确定死者身份信息。那我们这是碎尸，比较麻烦，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尸块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剩余的大部分尸块，拼接一下。另外，同时呢，全市拉网，看看最近失踪人口情况，逐一核实比对，找到死者身份信息，再找他的社会关系，从内往外，核心到外延，这样的话应该离这个凶犯就不远了。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细节肯定还会有很多，但是大方向跑不了。果然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难怪你不用上我的课。这个案子的非常之处就在于，受害人不仅被分尸，而且尸体经过了高温蒸煮。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，哪怕是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尸块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比对出我们需要的受害者身份信息。那吴教授，您的意思？改变传统的由内向外的方法，用由外向内寻找尸源，当然是要继续做。可是现在不是工作的重点，重点应该是在宁江的周围布上一张大网。您是说要设卡是吗？对，不是。设卡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先知道嫌疑人是谁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鱼都不知道是谁，你就结这个网，你往哪儿撒？能不能先把嘴闭一下？听之前吴教授怎么说？哎，他说的也对啊。单是设卡的话，那真是像大海捞针。但如果我们在织网的同时，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条鱼赶出来，那我们就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。各位领导同志们，你们想啊？如果这罪犯没跑，在家里边，咱们可以直接把他给堵在家里面。如果他耐不住性子要逃离，在这种仓促逃离的情况下，就是即便咱们抓不到他，这也会留下大量的痕迹，还有线索，是吧，吴教授？好啊，不是，那我们这个尸块还找是不找？谁不让你找了？不是老魏没说不让你找，是吧？咱们现在是主要找主攻方向。要分个主次，我分得清主次，我听明白了。我们找尸块这肯定是次的，问题是次的，你们能给我多少人？谁说你是次要的了？你听人家把话说完行吧？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满足这个排查、设卡的警力布置，剩下的全都给你。那可以。好啊，宋哲，说一下人员具体怎么安排的？是这样，我们全市干警现在能动用的不到200人。我这边要是拉网排查，最少需要150人。我那50也给你算了呗，真的200人设卡拦，然后人没到的时候，你们直接把那个垃圾箱替我也翻了，不完了吗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会没开完呢。
不是，这个会我看明白了。我要再开下去的话，我3大队的人都保不住了，对吧？西瓜反正已经有人捡了，芝麻你们还捡不捡？芝麻不但要捡，一粒都不能给我少，知道吗？3队保证完成任务。干什么呢你？人家毕竟是省里来的专家。是啊，宋哲在就够了，我们不做别的工作吗？怎么样？各居民点垃圾箱都没有发现新的情况。咱不管他那个，我们干我们的，找石块还是第一要务，所以垃圾中转站必须得找，再不找来不及了。几位领导，我问一下啊，因为每天离开咱们泥江的人比较多，我们怎么才能迅速判断出谁是凶手呢？这种程度的分尸，其实是很难办到的。因此，我们怀疑这个凶犯他应该具备有相当的外科手术能力的人，或者是有宰杀牲畜的经验。他还需要独立的、可以操作的空间。找个人捎给我师傅。就说这是我补充发言。好，走。就咱们3队，一个都不给多配，他们那么多人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人多也不一定就强，是吧，二哥？你别说150、200，你2000、2万个人给宋哲，他也不见得能逮着嫌疑人。有的时候，真理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对吧？是。走吧。你们干嘛的？你好，啊，是刑警队的，把你们这个垃圾车停运一下，我们要检查。检查？没接到领导通知啊？那我们现在就通知你。你们几位真的要搜着脸？是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真的？真的。这我得劝你们几个。哎，您就开门吧。不觉啊！你们分局刑警队到了吗？都到齐了。哎，不觉，卫队跟省里的专家杠起来了。谁瞎传了这闲话呀？啊，查案的消息要这么灵通就好了。顾局，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插手咱们的案子。不会吧？我们的案子让别人插手，这太不合适了呀！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不是来办案的？顾局，大伙儿都要去支援卫队。对，到底要搞什么？你们？顾局，这是卫队长交给您的。发动各单位、街道、居委会自行核对失踪人口，缓解警力问题。夜巡干警很有可能有人看到过抛尸者，重点询问。我强调一下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行动要服从统一指挥。啊，是。
哎，廖局，啊，老顾，有事吗？有事跟你说，你说说这个魏国平啊，这前段时间我刚刚向上级汇报过干部考察的事儿，这混小子今儿就给我来这么一出。你说说，让上级领导怎么看待咱们选拔干部？难道就让他们看现在年轻人敢在专案组的会议上和领导叫板？哎，是，这种行为确实不应该鼓励。哎，对了，垃圾场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廖局，任何侦破工作，除了严谨缜密的刑侦手段，运气也是缺不了的。做，就他那运气，完了啊！我走了。这里边能有实况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全下口区5天的垃圾都在这儿了。从侦办逻辑上来讲，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发现的。这么变态的凶手哪有什么逻辑啊？谁告诉你变态就没逻辑了？那88年那个案子凶手不就没什么逻辑吗？那吴教授还让我琢磨说这个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性，你说这不扯淡呢吗？人家是专家，你就和我一样听着不就完了吗？专家也不能太偏心眼了呀！你看人家宋处兵强马壮，你再看看咱这边这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咱们还叫哀兵必胜，咱们以少胜多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